老助理无数次要回来替家主报仇，都被老神医他们拦住了，说他回去了，就算能报到仇，那家主之位传给谁？除非找到了上任家主的女儿。老助理还是今年才有上任家主女儿的消息，也是银狐的功劳。知道了家主女儿的下落了，老助理心急的想找过来，奈何他身体状况不好，一时不能出门，费了老神医多少时间才调养的好一点。他又觉得自己年纪更大了，希望早点见到当年的小小姐，把他知道的以及一小部分的证据交到小小姐的手里。他对不起家主，未能替家主报仇雪恨，只能将这个重担交到小小姐那里。朋友们告诉他，家主的2个女儿，有一个10几年前就出了车祸去世，同样留下了2个女儿，婆家心狠，分走了很多赔偿款后，将2个孩子赶出了家门。好在老天爷都怜惜2个孩子，如今2个孩子的日子过得很好，其中一个嫁入了管城第1豪门战家当大少奶奶，另一个也与陆家4少爷恋爱，如无意外也会是陆家的4少奶奶。而家主的大女儿则是嫁入了商家，如今已经当奶奶的年纪了。知道家主的后代都翻身了，老助理倍感欣慰。商家的管家赶紧打开了别墅的大门，这几个老者的年纪加一起都几百岁了，他老是将人家拒于门外，万一老人家出了什么事，他也有责任。在打开大门让几位老者进来时，管家也打电话给商无痕。商家里最早醒来的人一般都是商无痕，特别是当了爸爸后，宝宝还那么小，自然是跟着父母的。小宝宝半夜要喝奶，要换尿不湿，商无痕心疼老婆，半夜是他起来冲奶粉给儿子吃。吃奶粉，小家伙能睡得久一点，要是吃母乳，很快就会饿醒。只要是宝宝吃着吃着就睡了，以为他吃饱了，结果不到1个小时又饿醒。喂奶粉，一次性吃饱，能睡好几个小时才会醒。升级当爸爸后，商无痕浅眠得很，儿子哼哼2声，他都会醒来。蓝晶有时候笑丈夫，她怀孕的时候，丈夫还想让她打掉孩子呢。孩子出生后，丈夫渐渐就成了孩子奴，最疼孩子就是她了。每天出门上班，抱着儿子亲了又亲才舍得出门，一下班就往家里赶，应酬都推了。商2少爷原本轻轻松松的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情，蓝晶生了娃后，商无痕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妻儿，就把弟弟抓了回来，塞进公司里帮忙，这样他才能一下班就回家抱孩子。换成了商2少爷去应酬了，商2少爷还不能抱怨，因为大哥撑了那么久，他也自由了那么久。商氏集团也有他的一份，他就该帮忙分担分担。就是商小飞有时候都会帮一把，他自己做老板了，让父母兄长看到他的成长，他要帮忙，商无痕就不拦着了，就知道他的妹妹是最优秀的。战印没有看上他的妹妹，是战印不识货，居然最识货。对于战印拒绝妹妹多年，商无痕有时候还是会怨上几分的。他放出话去，只要战印及战家敢给海童一点委屈受，他绝对不客气。正好有借口，一起算。此刻商家的孙少爷正在哭，商无痕抱起了儿子，在房里走来走去，哄着小家伙。蓝晶眼睛都没有睁开，问了句：是饿了还是拉了？可能是饿了，老婆你睡吧，我哄一哄他。就冲奶粉给他喝，喝完了奶粉，他就能睡到9点多了。蓝晶嗯了一声，一个翻身又睡了过去。家里有保姆，小家伙只有睡着时，保姆才能抱得了他醒着时。保姆抱过去没2分钟就哭了，是闻不到妈妈身上的味道了。所以白天很多时候都是蓝晶亲自带孩子，好在婆婆和小姑子搭把手时，小家伙很配合，否则他能累死。小姑子总是夸小侄儿这么小就知道亲书了，家里人抱他就不哭，保姆抱就哭，
就是蓝鲸的妈妈抱她都抱不了多久就哭了。丁点大的孩子都会挑人。商无痕将宝宝放躺回床上，他去冲奶粉。吃惯了母乳，宝宝其实不肯喝奶粉的了。不过饿得厉害时，冲奶粉喂他，他就会吃。手机响了，商无痕很不爽，谁大清早的打电话给他？不知道他要带娃吗？怕手机铃声吵到老婆，商无痕还是先去接听电话。见是管家打来的，他边接听边继续给儿子冲奶粉。怎么了？哇哇，饿醒的小宝宝现在还没有吃到嘴，还被爸爸放躺回床上了，立时张大嘴巴哭嚎起来。大少爷来了几位老人家，说是太太一直要找的人，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太太要找的人，还叫太太的名字。大少爷，我现在放他们进来的，外面冷，他们几个加起来都几百岁了，我怕出什么事儿，咱们也会脱不了责任，就先请他们入内。找他妈妈的，妈妈要找的人。商无痕一下子就想到了，妈妈要找他外婆身边的那位助理。上次海玲传回话来，说凤家主又出远门了，可能是知道了老助理的下落。消息是凤晴传给海玲的，海玲担心是凤家主挖的坑，还提醒了凤晴一下。不过凤家主的举动，苏腾那里盯着的，他们安排去的人很容易就被凤家主甩掉，打草惊了蛇，就不好再派人去。就算派了人去也没有用，只有苏腾派出的人才能继续暗中盯着凤家主的行踪。但是目前并没有收到确切的消息，不知道那位老助理是否真的找到了。母亲说如果他还活着，都90几岁了，希望不是很大，不过他们也不能放弃，有一点希望都不能放弃。用母亲的话说，不说拿回凤家的一切，就是他外公外婆一家人被害的那么惨，不替他们报仇，让仇人受到惩罚，枉为外公外婆的后人了。我妈还没有起来。还没有，现在就是大少爷最早起来的了。商无痕默了默后说道，你先好好招待他们，我冲好奶粉喂了宝宝就下楼去。好。得到了商无痕的答复，管家松口气。老公，谁呀？蓝鲸听到手机铃声响，他翻过身来，人也跟着坐起来，探过身去就要抱哭闹的儿子。老婆，别抱他，你抱了他，我冲的奶粉他就不肯喝的了。商无痕连忙阻止老婆抱儿子，小家伙鬼精得很，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就不肯喝奶粉。蓝鲸见他都开始冲奶粉了，便没有抱儿子，哭几声也没事。管家打的电话说来了几位老人家，找妈的，说是妈一直找的人。商无痕边冲奶粉边答道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让管家先招待好他们，等我喂儿子吃了奶粉再下楼去看看。妈一直找的人是外婆生前身边最给力的那个人吗？婆婆的身世以及与凤家的恩怨情仇，蓝鲸都知道，也知道丈夫安排人帮婆婆找人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。毕竟过去了几十年，就是婆婆依稀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。几十年的时间，那人早就不是婆婆记得的那个样子了。况且那人要是还活着，都90几岁，将近100岁的老人，他们真不敢抱什么希望的。心里觉得老人家可能早就去世了，只是不好打击婆婆，他们还努力的帮忙找人辨识，说不定有奇迹呢。就像婆婆找她妹妹那样，不也找了20-30年，都说没有希望，最后还是找到了2个外甥女。能找到2个外甥女，对婆婆来说也是一种安慰。自从婆婆和海童姐妹俩相认后，蓝鲸觉得婆婆比起以前精神气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给外婆报仇雪恨的事，婆婆也惦记着，可能是有人可以分担吧。蓝鲸就觉得婆婆没有像寻找妹妹那般着急焦虑了。海玲在江城那边也算顺利，至少公司顺利开了起来。海玲也谈了不少的生意，公司还在不停的招人，有生意才需要招人。说凤家的女儿好厉害，
蓝鲸都不太相信的。现在见海玲去了江城，虽说开公司有3大集团投资，开起来不难，但是谈生意就得靠海玲自己。海玲能谈成那么多的生意，说明了她的确是有能力的人，可能真的是家族遗传因素。像自家婆婆，哪怕是在孤儿院长大，也能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得到老板的信任及倚重，最后让儿子娶回家。蓝鲸听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婆婆年轻时如何叱咤商界的故事，她对婆婆是非常钦佩的。婆婆年轻时遭受过无痕她奶奶的欺负，但是蓝鲸嫁过来后，婆婆从来不会以婆婆的身份压她，说是自己淋过了雨，不想让儿媳妇再淋雨。婆媳俩关系好得像母女俩。商无痕冲好了奶粉过来，抱起了哭个不停的儿子，先哄了哄，再喂儿子吃奶粉。小家伙饿极了，好不容易有得吃，也不管是母乳还是奶粉了，先吃了再说。是的，不过不知道真假，还要等妈起来了，让妈见见人，就是妈都未必能认出来。外婆家出事时，母亲也就8岁大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母亲就算记性再好，怕是都不记得那位老助理的样子了。想来也不敢骗人吧？蓝鲸说道。希望就是那位老先生吧，也不用大家再找的那么辛苦。你问问苏少主那边有没有消息，确定一下过来的几位老人家是不是真的。商无痕嗯了一声，说道：我都把苏少主给忘了，宝宝很快就吃饱了。商无痕小心地将儿子交给妻子抱着，他打电话给苏腾，问苏腾是否有那位老助理的下落。苏腾颇有点不好意思地道：找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消息。商总，我怀疑你们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70、80岁的老人很多，上到90岁的老人还是少很多的。商太太要找的那位老人家将近100岁了。苏腾猜测对方已经不在人世，也因为是几十年前的事，苏腾拿到的资料少得可怜，这对于他们找人来说也是一大难题。商太太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，她只记得自己小时候看到那人都是叫叔叔的，姓什么都不知道。教苏腾怎么去找。苏家是信息网强大，但也不是神仙呀，就是神仙也要花点时间掐指一算呀。有些事有些人，苏家也是无能为力的。现在有几个老人家找上门来，跟我家管家说是我妈要找的人。苏腾是不是骗子？商总，我这里确实是没有有用的消息。商无痕说道。苏少主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现在我也还没有下楼去，没见到那几位老人家，不知道真假。我想着问问你是否多少有点有用的信息的，没有的话，那几个老人家要么是骗子，要么就是强大到连你们苏家都无法伸手的。苏腾说道。你等会儿去看看，问问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，找个机会悄悄拍下他们的相片，有近照我去找人容易找。好，大清早打扰苏少主了。商无痕歉意地道，等苏少主回来，我请你吃饭。苏腾笑道，没事，我也睡了。行，先记着，等我回去，你请我吃饭。我们年前就回去。一家3口在云城也逗留了很久。苏家主夫妻俩早就跟程沁的父母以亲家相称了。程沁，她都还没有嫁给苏腾呢，双方父母就以亲家相称了。不过她应该是嫁定苏腾的了，不嫁他，她能嫁谁？有他像块牛皮糖似的粘在她的身边，长得帅，有钱，又能打，有哪个不怕死的向苏少主挑战，敢跟苏少主抢老婆的？苏腾这一辈子只有程沁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那是他命定的救星，他就是拼了老命都要把程沁娶回家的，不许任何人染指他的程沁。是带着少主夫人回来吗？商无痕打趣了一句，到时候可得带少主夫人出来，让我们认识认识，让你太太跟我家程沁认识认识就好。商无痕笑，一定。苏腾也是个霸道鬼，
结束了通话后，商无痕就对老婆说道：“苏少主到时候带了女朋友回来过年，你多与他接触，保持友好关系。苏少主的大腿不好抱，抱上他老婆的大腿更有用。”蓝鲸笑道：“那是自然的，能抱上苏家少主夫人的大腿，就等于是抱上了苏少主的大腿。身为商家的大少奶奶，蓝鲸不必去讨好谁，巴结谁。不过苏家的少主夫人，她还是要结交的，总有用到苏家的时候。像现在他们若是要用到苏家，就得通过占少的关系，才能让苏家出手帮忙。贵夫人的交际圈，除了有几个是真的朋友，大多数都是有目的来往，相互利用而已。你快下楼去看看那几位老人家是不是骗子。”蓝鲸轻哄着儿子：“宝宝很快就睡，我陪着宝宝再睡会儿，不用叫我起来吃早餐，你要吃了早餐再回公司。”好。商无痕凑过来，在爱妻的脸上亲了亲，又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小脸，真想什么都不干，就陪在老婆儿子身边。快去吧。商无痕再次亲了亲老婆，小声的道：“等宝宝2个月了就可以了吧？”蓝鲸嗯了一声，脸有点红。他宿了太久，他出了月子，他都还不敢碰他，说让他再养1个月，等宝宝满2个月了，再重新过夫妻生活。你们再睡会儿，我下楼去瞧瞧。商无痕深深地看了老婆2眼，便站直身子，转身往外走。数分钟后，大少爷，管家在楼梯口等着商无痕。见商无痕下楼了，他恭敬地叫了一声。几位老人家坐在沙发上，管家给他们上了茶水点心，同时也吩咐厨房多做几个人的早餐。万一真是太太要找的人，估计主人家会留几位老人家吃早餐，多备点好过没有。反正隔壁未来的姑爷等会儿也会过来蹭吃的。看到商无痕下楼，几位老人家也就是扫了商无痕2眼，便继续喝他们的温开水。水果以及点心他们不碰。年纪最大的那个看到商无痕时，盯着商无痕看了好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有一点点的影子。老人家，这位是我们大少爷商无痕。”商无痕走过来，客气地问了声好，便自顾自地坐下，任由5位老人家打量他。他看向老助理，胡子长也花白，不知道这白胡子留了多少年才留了这么长的，满脸的皱纹，跟他母亲靠着记忆，勉强画出来的画像，只有3成像。怪不得苏少主那边找不到人，他母亲记得不太清楚，画出来的人物虽说是栩栩如生，但是画错了模样，就算画工再好也没用。这位就是外婆生前的全能助理吗？请问几位老人家贵姓？我们姓什么不重要，已经几10年没有人问过我们的姓氏了，我们都不太记得自己的姓氏了。说话的是老神医。商少，我是个老医生，行医几10年，得了别人送一个神医的称号。程玲玲是我的徒弟，商少应该听过我徒弟之名。老神医先是自我介绍一番，以商无痕这般的年纪，对他这个老神医肯定不熟，甚至听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号。不过他徒弟程医生，商少肯定听说过的。程玲玲帮您家大小姐治过眼睛。商少，我们也不喜欢拐弯抹角。这位老大哥是我们几10年前救下来的，他当时被一堆杀手追杀，受了伤，中了毒，狼狈得很，要不是好运被我们救了，他早就死透了。经过我的医治，他才慢慢好转，但是身体依旧留有后遗症，每天都要花费我不少好药，才能让他活到如今。当时我们救了他，他对我们也是防备心甚重，什么都不肯说。银狐派人出去打听了好久，才打听到他是江城凤家主身边最信任的全能助理。这个全能助理的事我也不细说了，想来商少已经清楚凤家的规矩，不是他不想替他的家主报仇，而是他心有余力而不足。现在坐在家主位置上的那个女人，
心狠手辣不说，也是有点能力的。他为了坐上家主之位，也做了不少的功夫。那时候家主一家子都死了，他的三妹妹没有长姐庇护，也是死于所谓的意外。就算我老大哥回去报仇，能不能报到仇还两说。报完仇了，家主之位给谁做？我这位老大哥性子执拗，认为家主之位该是他家主的女儿继承。总之，只能是他家主这一脉的人，在没有找到两位小小姐之前，报了仇，家主之位却给了别人。老大哥又觉得对不起他的家主，被我们一直劝着拦着，加上他身体不太好，他一个人报仇确实没有胜算的机会。他手里握着的证据也不算多，就怕反被对方咬一口，故而这几十年来，他就跟着我们一起。老神医他们早已归隐，也就是他还会经常出门给人看病，以及教导徒弟。外面的豪门恩怨，他们就算知情也不会多管闲事。老助理被他们救了，他们欣赏老助理的忠心，视为好友。不过老助理要去替家主报仇这种事，他们就不会插手。一插手就是与凤氏整个家族为敌。不是他们害怕，是他们不想让更多无辜的人送命。而且他们若是插了手，其他豪门知道他们几个老家伙还管江湖事，为了防着他们，说不定会群起而攻之。因为那些豪门大族也担心有一天，这些老家伙会多管闲事，管到他们的家族之事。几十年前的世道，宗族可不好惹。况且他们明着说过退隐江湖，说到做到。至于他们的徒弟管江湖之事，那就与他们无关了。他们只是说他们退隐江湖，可没有说他们的徒弟也跟着退隐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也不想让老助理自己一个人去拼命。银狐倒是帮忙打听凤家主的两个女儿的下落，只是当年商太太姐妹俩被送到了管城的孤儿院，远离江城，又在那个交通以及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，以至于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孩子们渐渐长大，样子多少都会发生变化，银狐找起人来就更加的困难了。哪像如今互联网发达，交通通讯都很发达了，他们培养的徒弟将他们的小组织扩得更大，能力比起几十年前要强很多，找人就容易多了。老神医代替老助理解释这几十年来他无法替家主报仇的真正原因。老助理心情激动，老泪纵横，又愧疚不已，觉得自己愧对家主。他心情一激动就猛咳，老神医连忙拿出随身带着的药，倒出了2颗药丸，让老助理吃下去，说道：老大哥，你别那么激动，还没有见着你的凤影小小姐呢。其他人也不停地劝慰着老助理，让他不要太激动。喝了水，吃了药，老助理激动的情绪平缓了些。商无痕也很紧张，紧张这位老人家的身体。老神医他是没有见过，但知道这位老医生的本事。程医生便是他的高徒，程医生帮战家2少奶奶治好了眼睛的。老神医与君家就等于是亲家，而他商家与君家也是亲家，这是拐着弯的亲戚关系，可不能怠慢。见老助理缓和了情绪，他说道：老人家，我去叫我妈下来，你们稍等片刻。他又对老助理说道：老人家，我相信你是身不由己，力不从心，我妈也从来没有怨怪过你的，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。管家，商无痕吩咐着管家，好好招待几位老人家，我上楼去。管家恭敬地应着。商无痕上楼后，先打电话给君然。等君然接听电话了，他低声说道：君然，你马上过来，对，就是现在，马上过来看看。君然吓了一大跳，大清早的，未来大舅哥就叫他过去，以为出了什么事。他赶紧问道：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来了几位老人家，其中一个自称是老神医，我听过老神医之名，但没有见过他老人家这个人。他与你们君家是亲家，想来你是见过的，你过来看看，确定一下是不是老神医他们。闻言，君然说道：老先生过来了。
他怎么会过来？我是听我大哥说，老先生在龙庭放寒假后，就带着龙庭回了风尘山庄帮我四哥带娃，倒是没有听说老先生来管城的事。好，我马上过去瞧瞧。想来也没有人敢冒充老先生吧？有人冒充老神医，也只能骗骗外面那些人。像商家这种豪门，骗子敢来行骗吗？不知道商家与君家要结亲，而君家与老神医又是亲家，是见过老神医的。居然猜测有可能真是老神医过来了，但是老神医为了合适大清早跑到商家，居然就猜不到了。通知居然过来认人之后，商无痕又打电话给战印，战印才把不想起床的洋洋捞起来，要送洋洋上幼儿园。洋洋自是又一通抱怨，说小姨可以睡懒觉，他就要早早起来上幼儿园，说他不想上幼儿园了，被他一杖抬出了龙庭。洋洋不想输给小伙伴，就不嘀咕了。战印娶了海童后，与商无痕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般紧张，不过没什么事，两位大总裁都不会主动给对方打电话的。什么事？战印低沉地问着，又对洋洋说道自己把衣服穿上，然后去洗脸刷牙。什么？商无痕在电话那边听得糊涂，不是跟你说话，我跟洋洋说话。他们俩通着电话，战印却说不是和他说话。猜到战印应该正在伺候着洋洋这个小祖宗，商无痕好脾气的不发作。你可以说了。战印总算是和商无痕说话了，要不是知道表妹这个点还在休息，商无痕真不想和战印通电话，听听战印那是什么口吻，好像他要向战印汇报似的。忍着脾气，商无痕说道：老神医带着我外婆的助理找上门来了，同行的还有几位老人家，有可能就是几十年前叱咤江湖的几位高人。你跟彤彤说一声，能过来就陪着彤彤过来一趟。老神医？战印蹙眉，你确定他们是老神医等人吗？我不确定，我通知居然过来认人，居然是见过老神医的。不过我想他们不会说谎，那几个世外高人可没有人敢随便冒充，人家徒弟的人脉遍布全球呢。那个包打听银狐的徒弟人脉最广了，嗓门大的是老神偷许素素的师傅。许素素如今是望城兰家的家主夫人，不说其他几位的徒弟是什么身份，仅是许素素和程玲玲的身份铺出来，都让人畏惧三分。特别是程玲玲流传出来的是医毒高手，不说医就是毒都让人害怕，怕被程玲玲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毒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说不定死了还会被用上化骨水，连尸骨都会无存呢。好，我现在就跟彤彤说，他肯定要过去的，我陪他过去。上任凤家主的老助理找到了，这可是大事，海童必定要去商家，他不放心海童一个人，自然陪着过去。行，你们早点过来，我先去叫我妈起来。商无痕说着就挂了电话。洋洋全程听着，看到一丈放下手机了，已经自己穿好衣服的洋洋一下子扑进战印的怀里，战印连忙搂抱住他。一丈，你要带我小姨去哪里？我也要去。去你姨婆家里，你上幼儿园，过2天放假了，再送你去你姨婆家里住几天。洋洋嘟着嘴，我就不能请假吗？一丈偏心，带我小姨去姨婆家里，不带我去。战印轻拍了一下他的小屁屁，说的理直气壮的，我就是偏你小姨怎么的？你能咬我呀？你小姨是我老婆，要跟我过一辈子的，我不偏她偏谁？你能跟一丈过一辈子吗？等你长大，娶了老婆，说不定连一丈都不认了呢。你说说，谁跟我更亲？当然是你小姨了。所以我偏心你小姨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好像一丈说的也有道理，他是妈妈不在家，才跟着小姨和一丈生活的。等妈妈回来，他都回家去了，是不能天天陪在一丈身边。那一丈偏心小姨的时候，稍微
稍微对洋洋好一点点吗？洋洋不跟小姨争了。小家伙说得可怜兮兮的，那双乌黑的眸子却是咕噜噜的转。鬼精灵。战印笑道，好，只要你不跟你小姨争宠，其实你会觉得你很幸福的，太多太多疼爱你的人。快去刷牙洗脸，然后自己背着书包下楼去吃点东西，等会儿让司机伯伯送你上幼儿园。姨丈和你小姨有事，不能送你上幼儿园了。洋洋又嘟起了嘴巴，不过最终什么都没有说，默默地去洗脸刷牙了。战印回到主人房，叫醒了海童，告诉他老神医带着老助理过来的事。海童当即就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，洗刷完毕，拉着丈夫就匆匆下楼去。那边的商无痕则是将父母从周公那里叫了回来，得知来了几位老人家，其中一个是程医生的师傅，商太太就要往外走，被丈夫一把拉住。阿莹，你还没有换衣服，他们既然找上门了，就会在楼下等着的，你好歹换了衣服，洗把脸再下楼呀。商太太扭身就往洗手间走去。商先生对儿子说道，无痕，你把你弟妹都叫起来，那些老前辈来了，你们都去见见老前辈们。商无痕问父亲，爸，你见过他们？你爸，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能见过他们，不过是听说过他们的故事而已。那些老前辈年纪都很大的了，瞧着不算老，那是他们保养得很好。撇开他们的身份不说，就是这么多老人家登门拜访，我们一家人也要好生接待才行。阿金要带娃，他要是不方便，就让他好好休息。考虑到儿媳妇亲自带孩子很累，商先生特意提醒儿子，不用特意叫醒儿媳妇，小儿子和女儿就是一定要叫起来的。吩咐了大儿子去叫配那两个儿女后，商先生自己也赶紧收拾一下自己，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。10分钟后，商家所有人都下楼了，包括蓝晶母子俩。商无痕跟妻子说了一声，蓝晶就坚持要带着儿子下楼，见见那几位老人家。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他岂肯错过？居然已经过来。商无痕下楼时，居然就朝他点了点头，意思是老神医是真的。妈，在商太太下楼时，商无痕等人起身叫了母亲一声。坐着的老助理看到商太太时，先是怔愣，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神情从怔忡变得激动。莹小姐，老助理叫了商太太一声。商太太凤莹，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别人叫她莹小姐了，她对老助理没有太深的印象，不过此刻看到她，再听到她抖着声音叫她的名字，商太太不由得也红了眼眶。钟伯，商太太哽咽地叫喊着，人跟着快步走过去。老助理的名字她不记得，只知道自己小时候是叫他钟伯的，但那不是钟伯的名字，他会叫他钟伯，是母亲告诉他钟伯是最忠心的人，谁都会背叛母亲，唯独钟伯不会，所以他就喜欢叫他钟伯，因为他忠心于母亲。他叫钟伯，妹妹也跟着叫，也只有他姐妹俩才会叫他钟伯。每次他都笑眯眯地应着。在商太太有点模糊的记忆中，父母以及钟伯都是很忙的，母亲身体还不好，经常要让二姨去做事。现在想来，就是母亲身体不好，很多时候不得不让二姨帮忙打理公司以及家族事务，从而让二姨滋生了夺权之心。二姨肯定是觉得她做了那么多，但大家都还是向着她的母亲，所以二姨就想取而代之，觉得只有成了家主，大家才会完全的向着二姨。商太太叫一声钟伯，老助理含泪挨了的一声。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算深了，不过商太太保养得很好，她是有点像其母，也有点像父亲。钟伯看到她，似乎看到了家主夫妻俩。有银狐的反复确认，也有程医生还有许素素等人的肯定。老助理早就知道了，商太太就是家主的长女，
凤莹小姐，凤慧小姐10几年前出车祸身亡了，好在凤慧小姐还留下了2个孩子，凤莹小姐也有儿有孙了，家主这一脉总算有后。老助理激动地握住了商太太的手，数次想开口说话都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喉咙似是被堵住了似的，唯有老泪不停地滑落。可能是情绪过于激动，加上年纪太大，身体不太好，老助理眼前发黑，竟然晕了。钟伯，商太太扶住老助理软倒的身子，吓得脸色煞白，大声叫喊着：无痕，快打120急救电话！不用送医院，老哥哥就是太激动了，情绪起伏太大，他年纪又是我们当中最大的，不宜大喜大悲的。老神医老神在在的帮老助理把锅卖后，示意商太太等人扶老助理在沙发上躺下来，他掐着老助理的人中，好一会儿，老助理就缓缓醒来。商小飞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商太太从女儿手里接过了那杯温开水，小心地喂着老助理喝水。喝了几口温开水，老助理就要坐起来，商太太连忙阻止他：钟伯，你不舒服先躺着，别坐起来。钟伯，我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，你老可得保重身体啊，咱们都控制自己的情绪好不好？钟伯，别太激动了哈，身体要紧。商太太含着泪温声劝着老助理，她能理解老助理的激动，也知道老助理有很多话要和他说，只是几十年后再重逢，纵有千言万语，现在也是说不出只字片语，还是先安慰好钟伯的情绪，让老人家平复心情了，再慢慢说。钟伯轻轻地点点头，他又紧紧地抓住了商太太的手。商太太拍了拍他的手背，温声说道：钟伯，我不会走的，你放心。老神医也说他：老哥哥，你再不控制好你的情绪，要是再来一次像去年那样，就算拼尽我毕生所学，我都无法把你自阎罗那里拉回来了。大家是称他为神医，可他不是真的神呀，他也是凡夫俗子，也是个普通的老头子，并没有通天的本领。要不是师徒俩医术了得，又重有很多珍贵的药材，钟伯是铁定活不到现在的。当年他们就下钟伯时，钟伯可以说是经历了9死1生，